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ach， 歡迎大家嚟到 Coach 呢個培養成功孩子指南嘅系列。今集 Coach 會同你進行一個有趣而又啟發性嘅自我探索。你有冇諗過自己係邊一類型嘅父母呢？會唔會係嗰啲總係時時刻刻守護住孩子，避免佢哋犯錯嘅直升機父母啊？又或者係嗰種讓孩子自我探索，喺錯誤之中學習嘅放養型父母呢？今集我哋將會幫助你通過5個生活嘅場景嚟到了解自己，並且反思自己嘅教養風格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未來一啲精彩嘅內容㗎喇。另外，你亦都可以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同埋進步。感謝你嘅支持。7種常見嘅教養風格。今集我哋就要聚焦討論最常見嘅7種教養風格。每種風格都有佢哋嘅優勢同埋挑戰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同幾種風格有共鳴，呢個係完全正常嘅。重要嘅係理解你主要嘅教養方式，從而知道喺邊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，而喺邊啲方面仲有進步嘅空間。呢個就係幫助孩子取得成功嘅第一步。好，我哋自我評估開始啦。Start。我哋準備咗一啲常見嘅教養情景問題，呢啲問題可能喺你嘅生活之中已經出現過㗎喇。針對每一個場景，請你選擇最符合你反應嘅答案，並且用紙筆將佢記低啊。咁到最後呢，我哋就會一齊睇下你係最接近邊種嘅教養風格啦。場景1，面對學校嘅挑戰，孩子呢就帶住一啲好唔理想嘅考試成績返嚟屋企，你會有咩嘅反應呢？如果係直升機父母話呢，佢就會立即聯繫老師，了解問題，並且制定計劃，避免重蹈覆轍。權威嘅父母呢，就會同孩子討論需要改善嘅地方，而且一齊商量具體嘅改進策略。放養型父母呢，就會詢問孩子對成績嘅感受，並且等佢哋自己主導下一步嘅行動。寬容父母呢，可能會話俾佢哋聽，唔使擔心啊，因為犯錯係學習過程嘅一部分嚟嘅。虎爸虎媽嘅話呢，就會立刻安排補習，確保所有妨礙成功嘅障礙都會被清除。接落嚟啦，我哋睇下場景1嘅說明。直升機父母呢，你選擇咗立即聯繫老師，呢個表明你非常關注孩子嘅每一個細節，並且願意盡快解決問題。呢個方式呢，可以迅速處理學業上遇到嘅困難，但可能會限制咗孩子自主解決嘅能力。權威嘅父母，如果你選擇同孩子一齊討論，呢個意味住你願意傾聽，並且幫助孩子制定實際嘅改進計劃。咁樣係有助培養佢哋嘅責任感同埋獨立思考能力。放養父母，佢哋選擇俾孩子主導下一步嘅行動，表現出你信任佢哋處理問題嘅能力。呢個有助於提高孩子嘅自主性，但係可能呢，仍係需要額外嘅指導嚟到確保佢哋揾到正確嘅解決方案。寬容嘅父母呢，就會同孩子講，唔使擔心，咁呢個係一種溫和嘅支持方式，有助於減輕壓力。然而咁樣可能會忽視咗孩子一啲需要正視同埋改善嘅地方。虎爸虎媽呢，就會選擇立即安排補習，咁係展示咗你對孩子成功嘅強烈期望。呢個可能推動孩子學業進步，但係亦都可能增加佢哋嘅壓力同埋焦慮感。接住嚟呢，係一啲實用嘅提示，關於呢一個場景1嘅。我哋可以嘗試同孩子進行開放式嘅對話，詢問佢哋對成績嘅感受，而且一齊探索改進嘅策略。咁樣細路仔就可以參與到解決方案嘅制定，同埋增強佢哋嘅責任感。場景2係有關課外活動嘅。呢個孩子呢，表達咗對參加一個好挑戰性嘅課外活動感到興趣，你會點做呢？
虎爸虎媽呢就會推動佢哋參加，並且確保佢哋持續練習，直到達到卓越嘅水平。依附型嘅父母呢就會支持佢哋嘅興趣，並且專注於活動裏邊嘅情感同埋社交嘅價值。放養父母呢會俾佢哋自己決定究竟投入幾多嘅精力，而且完全去支持佢哋嘅選擇㗎。忽視型嘅父母呢就話呢個係佢哋自己嘅決定嚟㗎，我唔會干涉嘅。權威嘅父母呢就同佢哋分析活動嘅優勢同埋挑戰，幫助佢哋做出符合長遠目標嘅選擇。場景二嘅說明，虎爸虎媽呢喺推動孩子參加挑戰性嘅活動嘅時候呢，表現出你希望佢哋達到卓越嘅期望。依附型嘅父母，你關注孩子嘅情感需求，支持佢哋嘅興趣。呢個有助於建立強大嘅情感聯繫，但可能會喺推動佢哋面對挑戰方面有所不足。放養父母呢，就讓孩子自主決定投入幾多嘅精力，呢個展示咗你對於佢哋係有信任同埋自由嘅尊重。但係孩子可能會需要更加多方面嘅指導嚟到作出一啲明智嘅選擇。忽視型嘅父母係完全唔干涉孩子嘅選擇㗎，可能會令孩子感覺到佢哋需要更加多嘅支持同埋指導。權威父母呢會通過分析活動嘅優勢同埋挑戰，幫助孩子做出一啲長遠目標一致嘅選擇。呢個有助於佢哋理解活動嘅實際價值，並且進行理性嘅決策。跟住我哋睇下啲實用嘅提示啊，呢個係關於場景二嘅。當你嘅孩子表達出對課外活動有興趣嘅時候呢，嘗試同佢哋一齊討論活動嘅挑戰同埋回報，並讓佢哋感覺到你嘅支持，同時亦都保留佢哋自主選擇嘅權利。接住我哋嚟到第三個嘅場景，就係處理同朋友嘅衝突。孩子呢因為同朋友發生衝突而感到難過，你會點做呢？直升機父母呢就會立即介入，聯繫對方嘅家長或者學校嚟到解決問題。依附型父母呢就會傾聽佢哋嘅感受，提供情感支持，但係唔會直接介入嘅。寬容嘅父母會安慰佢哋，建議遠離呢個朋友啦，避免自己再受到壓力。放養型父母會鼓勵佢哋自己解決問題，只有喺佢哋請求嘅時候呢先至會提供建議。權威父母會引導佢哋尋求解決方案，例如和解、理解或者道歉。咁跟住就係場景三嘅說明啦。直升機父母呢係直接介入衝突去解決噶，表現出對孩子嘅社交生活高度關注。呢個雖然可以迅速咁樣解決問題，但係可能剝奪咗孩子發展解決衝突技能嘅機會。依附型嘅父母會提供情感支持，幫助孩子處理情緒，呢個係有助於加強親子嘅聯繫。但係孩子可能係需要更加多實際嘅建議嚟到應對類似嘅情況。寬容嘅父母呢會建議孩子遠離衝突，但係咁樣嘅反應可能會令孩子避免學習處理複雜嘅社交問題嘅機會。放養父母呢就會鼓勵孩子自主去解決問題，展示你對孩子嘅信任，但可能孩子係感到迷茫嘅時候呢，缺少咗一啲及時嘅支持㗎。權威父母會引導孩子尋求解決方案，有助於佢哋學會喺未來遇到衝擊之中自信嘅處理。呢個係一種比較係平衡情感支持同埋實際引導嘅方式。跟住嚟係實用嘅提示，場景三嘅。當孩子面對朋友嘅衝突時候呢，嘗試傾聽佢哋嘅感受，同時引導佢哋思考可能解決嘅方案。咁樣呢個不僅能夠加強佢哋嘅社交技巧，亦都能夠建立更加多嘅自主能力。接下嚟係場景四啦，係一啲日常嘅決策。孩子呢需要做一啲日常生活中嘅決定，例如呢選擇參加邊一項嘅課外活動，咁你會有啲咩反應呢？直升機父母呢就會介入，並且同佢哋做決定，以確保一切順利進行。依附型嘅父母呢就同佢哋討論感受同埋想法，輕柔咁樣去引導佢哋。
放養父母呢，就鼓勵佢哋自行做決定，即使可能犯錯都冇問題噶。忽視型嘅父母呢，甚至係完全唔干涉嘅，等佢哋自己處理啦。寬容嘅父母建議佢哋遵從內心，做出感覺正確嘅選擇。場景4嘅說明：直升機父母，佢哋介入孩子嘅日常決策呢，可能夠避免一啲錯誤嘅，但係佢哋會剝奪咗細路仔學習點樣做出選擇嘅機會。依附型嘅父母呢，佢哋好輕柔咁去引導孩子，可以喺情感上面支持佢哋，但可能會減少孩子喺關鍵時刻做出一啲獨立決定嘅能力。放養型父母就等孩子自行做決定嘅，能夠促進佢哋嘅自主性同埋責任感，但係佢哋可能係需要更加多嘅方向指引嚟到避免一重大嘅錯誤嘅。至於忽視型嘅父母呢，佢哋完全唔干涉嘅，可能讓孩子感到缺乏支持同埋引導。寬容父母鼓勵孩子遵從內心，呢個有助於增強佢哋嘅自信心，但係可能會忽略咗一啲現實情況嘅考量。場景4嘅實用提示：當孩子面臨日常生活嘅決策嘅時候呢，嘗試同佢討論每一個選擇嘅利弊，讓佢哋感受到你嘅支持之外呢，同時亦都能夠增強佢哋嘅決策能力。最後一個場景啦，就係場景5，面對失望。孩子因為未能進入學校嘅運動隊伍而感到失望，你會點做呢？虎爸虎媽會鼓勵佢哋加強訓練，明年再試一次啦。寬容嘅父母會話俾佢哋聽，冇問題嘅，可以專注其他嘅事情啫。依附型嘅父母呢，就會傾聽佢哋感受，並且給予情感嘅支持。放養父母就會等佢哋自己消化呢啲失望嘅感覺，當佢哋請求嘅時候呢，先至提供建議。權威父母呢，就係討論甄選嘅標準，分析成功同埋失敗嘅原因。場景5嘅說明：虎爸虎媽呢，就係鼓勵孩子再次咁嘗試，呢個展現咗堅持同埋進步嘅重要性，但係可能忽視咗孩子當下情感嘅需要。寬容嘅父母呢，就係話俾孩子聽，你去專注其他嘢啦。咁雖然呢個係有助減壓啊，但可能會讓孩子感覺到佢哋嘅努力呢係冇被充分嘅認可。依附型父母係提供情感嘅支持，呢個有助於孩子處理失望嘅情緒，但可能缺乏咗幫助孩子分析失敗原因嘅實際建議。放養父母呢，係讓孩子自己處理失望嘅情緒，呢個能夠促進自我成長，但可能讓孩子感覺到孤單或者係缺少支持。權威嘅父母呢，就同孩子一齊分析失敗嘅原因，呢個有助於佢哋喺未來更加成功，同時亦都兼顧咗情感嘅支援。場景5嘅實用提示：當孩子感到失望時候，傾聽佢嘅感受，並且幫助佢哋分析情況，呢個可以促進佢哋嘅情感發展，同時亦都增強咗佢哋應對挑戰嘅能力。接住落嚟啦，我哋嘗試理解你嘅結果同埋各種教養風格嘅優點缺點。我哋嚟睇睇你所展現嘅教養風格係點樣啊？其實每一種嘅教養風格啦，都有佢嘅優勢同埋挑戰嘅，而大多數嘅父母呢，都係會根據具體情景進行風格嘅轉換，呢個係非常自然嘅現象。我哋首先睇睇直升機父母啊。佢哋嘅優點呢，就係你嘅孩子會感到安全，知道你隨時準備幫助佢哋，呢個有助於避免問題嘅加劇。缺點呢，或者係呢種方式啊，可能限制咗細路仔嘅獨立性，等佢哋過度依賴你，並且係難以面對挑戰，進而可能增加焦慮感。我哋睇下放養型父母啊。優點就係你嘅教養方式啦，能夠培養孩子嘅獨立性、韌性同埋自信，讓佢哋學會自己解決問題，勇敢面對挫折。
缺點呢，就可能過度嘅放任，可能令孩子面臨超出佢哋能力範圍嘅風險。過早嘅挫敗感呢，可能會影響佢哋嘅自信心。權威父母又係點呢？權威型教養嘅優點啦，通常係能夠培養出一啲自律而且有獨立思考能力嘅細路仔。呢啲細路仔咧，通常喺有結構性嘅環境之中係表現優異嘅。佢哋嘅缺點咧，可能係期望過高，可能會導致孩子咧過於自我批判，缺少一啲自然成長嘅空間。咁寬容父母又係點呢？佢哋嘅優點呢，就係孩子喺寬容嘅環境之中，能夠感受到愛同埋自由，親子關係亦都係緊密嘅。佢哋願意同你分享佢哋嘅想法同埋感受。缺點呢，就係呢一種嘅自由度過大嘅時候呢，孩子可能缺乏自律，難以喺更加結構化嘅環境之中遵守規則。忽視型嘅父母教養又係點呢？優點就係孩子喺呢一種嘅教養方式之下呢，可能會發展出強烈嘅獨立性，變得非常自立同埋靈活。然而缺乏感情支持，可能會導致孩子自尊心低落，並且影響佢哋嘅社交同埋情感發展。咁虎爸虎媽類型嘅教養又係點呢？優點就係你嘅孩子可能會成為高成就者，擁有高度嘅紀律，喺學術同埋課外活動之中表現出色。缺點就係過度嘅壓力咧，可能會導致焦慮、怠倦，甚至係影響孩子嘅自尊心同埋心理健康。接住落嚟，我哋睇下依附型嘅父母啊。依附型嘅教養咧，係培養咗孩子嘅同理心同埋情感智力，讓孩子感受到被愛同埋被重視，並且形成深厚嘅情感聯繫。缺點係孩子可能過於依賴你嘅支持，難以獨立去面對挑戰，特別係喺需要自我調節情緒嘅時候。咁點樣可以平衡同埋發展你嘅教養風格呢？其實教養兒童呢係冇固定嘅模式嘅，大多數嘅父母呢都係用2、3種嘅教養風格混合，而且係隨住細路仔嘅成長呢係進行不斷嘅調整。理解唔同嘅風格嘅優點缺點之後，你就可以針對性咁樣調整教養方式，以便更好咁滿足你孩子嘅需求啦。咁點樣發展你嘅教養技巧呢？第一係從自我認識開始，首先了解你主要嘅教養風格，反思一下喺日常生活之中呢，你點樣去滿足孩子嘅需求啦，並且睇下邊啲方面可以再進步改善一下。然後呢係隨年齡調整嘅，幼兒時期有效嘅教養方式並唔適合青少年時期，所以隨住孩子嘅成長呢，你嘅教養方式應該幫助佢哋獲得更加多嘅自主權同埋獨立性，避免極端，無論係複製還是係逆向自己成長經歷嘅教養方式啦，揾到適合孩子需求嘅平衡，比你模仿過去係更加重要㗎。融入最新嘅研究發現，權威嘅教養呢係結合咗高期望同埋高支持度，能夠有效咁促進孩子嘅幸福感同埋學業成功嘅。不過亦都唔好忽略，每一個孩子嘅性格係唔同嘅，所以教養方式亦都係應該因人而異。咁點樣先係一啲平衡教養嘅實用技巧呢？無論你主要嘅教養風格係點樣，以下嘅提示呢都會有助於你達到教養嘅平衡。第一係開放溝通，鼓勵孩子表達自己嘅想法同埋感受，等佢哋感覺到係被傾聽同埋理解。第二係設置一啲明確嘅界限，喺提供支持嘅同時設立清晰嘅規則同埋相應嘅後果。第三係保持一致性，一致嘅期望係可以建立到信任嘅，等孩子更加好咁樣去理解界限同埋行為嘅標準。第四係展現同理心，嘗試從孩子嘅角度去睇問題，呢個有助於增強親子嘅關係，並且促進雙方嘅尊重。第五係鼓勵獨立性，引導孩子做決策，並且等佢哋喺錯誤之中學習。
避免過度嘅干涉，以便佢哋培養出面對挑戰嘅能力。請大家記住，我哋嘅目標並唔係成為完美嘅父母，而係成為願意成長嘅父母。通過理解你自己嘅教養風格，並且進行調整，咁樣就可以好好咁支持孩子嘅發展，同時亦都促進咗我哋自己嘅成長。如果你中意呢一集，請你點讚，並且分享俾其他家長啊！並且喺評論區嗰度呢，話俾我哋聽，你發現咗邊一啲係關於你自己嘅教養風格啦。多謝你收睇今集 Coach 嘅分享。如果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，請你即刻按訂閱，並且按埋下邊嘅鐘仔，咁就令你第一時間可以接收到我哋新片嘅信息噶啦。更加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讚好，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。多謝你。